注意看，这个犹太人在士兵开枪前就倒下了。可这一幕还是被士兵发现，正准备上前补枪，这时男人大喊自己不是犹太人，是波斯人，说着还从自己怀里掏出一本波斯书籍，希望能以此证明身份。而恰好他们的长官正在寻找波斯人，随后这名犹太人就被带到了长官这里。可他哪里是什么波斯人？这本书只不过是几分钟前一个人为了他手里的面包与他强行交换的。然而正是这本波斯书籍救了他一命。长官接过波斯书籍，对此半信半疑，便随口问道：“妈妈用波斯语怎么说 ？”Hunter。长官又问他书上的雷扎是什么意思，男人强装镇定说是自己的名字，可谁知长官又要他用波斯语说一段话。好在男人已经看出这个长官根本就不懂波斯语，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好在长官听完后相信了他，随后便将雷扎安排到厨房工作，并让他每天工作完后来教自己波斯语。现在命是保住了，可晚上的波斯语课该怎么办？虽然胡编乱造很容易，但如果一个词用了多次或者忘记，那么他便会立刻人头落地。于是他利用在厨房里看到的一切，创作了不少新的单词。好在长官只让他每天教4个单词，雷扎听后松了一口气，他用事先编好的单词蒙混过关。就这样，长官每天都在学假的波斯语，雷扎每天也会在睡前在心中默念自己教过的单词，加深记忆。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会发生意外。一位士兵怀疑雷扎的身份，跑来向长官举报，说雷扎根本就不是什么波斯人，而是狡猾的犹太人。可他的话因为没有证据，便不了了之。但这也难免让长官起疑心，长官立马把他找来，要求从明天开始，他每天要学习40个单词。一听这话，雷扎瞬间懵了，这无疑是直接给他判了死刑。就算他能胡编乱造编了出来，也不一定能够记得住。想到这里，雷扎决定趁下午到泔水的时候逃跑。他在树林里拼命狂奔，这时一个老兵出现在眼前。老兵告诉他，左边是雷区，右边是沼泽，你根本逃不掉。老兵劝他还是回去吧，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短暂思考后，雷扎还是选择回去了。好在长官并没有立刻让他教单词，而是给了他一份战俘名单让他登记。就在翻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只要把这些名字去掉后半段，然后再进行简单的重组，就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单词。等长官回来，他已经捏造好40个新单词。在长官拷问他时，他靠着偷瞄桌上的名单成功蒙混过关。男人在分发食物时默念所有战俘的名字，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些人。但就在昨天，他就用这些人的名字编造了一门新的语言，并以此获得了长官的信任。他也成功活了下来。而念出所有人的名字只是为了加深记忆，久而久之，他已经记住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另一边的长官也有很认真地记着单词。就这样，他顺利度过了6个月。直到一次在户外聚餐时，长官问他术用波斯语怎么说，雷扎随口说道Raj. Hast du nicht gesagt, dass Raj Brot heißt? Verloren, Schwein! 尽管雷扎拼命解释大树和面包是同音词，但此时的长官根本就不信，直接把他安排去采石场工作。雷扎本来就身体瘦弱，加上高强度的劳动，这让他还没工作到3天就晕了过去。很快他就被送回集中营。昏迷之际的他还一直说着所有人都听不懂的鬼话，士兵只好喊来长官。ruft nach seiner Mutter und sagt, er will nach Hause. 由于高强度的记忆，雷扎自创的语言已经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幕也获得了长官的信任。长官为之前的事表示抱歉，还为他准备了新的衣服。他们也重新开始了波斯语的课程。渐渐的，两人已经可以用波斯语对话了。尽管这些词语组成的句子很多都很怪异，但此时的长官已经对眼前这个男人深信不疑。只可惜好景不长，又到了清理战俘的日子。这个集中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次大清理，他们让战俘一个个站好，然后就是一个个的枪决。每当这个时候，这个犹太人就会被人带走，直到有新的战俘送进来时，这个犹太人又会被送回来。之所以他会被特别照顾，是因为他会波斯语，但这种波斯语都是他胡编乱造的。每次打饭他都会在心中默念这里每个人的名字，靠着他们的名字继续编造新单词。这天，一个男人因为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士兵看到后对他就是一顿毒打。一旁的哥哥看到后赶紧用身体护住弟弟。雷扎看到后虽然很愤怒，但也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长官送的罐头带回宿舍，然后给2个兄弟吃。就是因为这个罐头，后来才救了他一命。很快集中营又来了一批新战俘，其中就有一名真正的波斯人。之前举报雷扎的士兵一直苦于没有证据，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士兵立马来到厨房，抓住雷扎就去找那个波斯人。当他们来到营房时，发现那位波斯人已经死了。士兵气得瞬间上头，对着雷扎就是一顿暴揍。这时一个战俘站了出来，是那2兄弟的哥哥。他早就发现雷扎不是真正的波斯人。当他看到士兵发现这位波斯人时，男人很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报恩，男人选择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他。
很快，清理战俘的日子再次来临，但这次雷扎将自己的衣服偷偷和那位弟弟交换，让他去农场避难，自己则跟着这群战俘一起等死。但很快，长官就发现了藏在战俘中的雷扎，他不明白雷扎为何一心求死。Sie sind nur namenlos, weil du ihren Namen nicht kennst. Aber sie sind kein bisschen schlechter als du. Wenigstens sind sie keine Mörder. Ich bin kein Mörder. Du sorgst dafür, dass die Mörder gut speisen. 后来盟军打了过来，上级要求撤离营地，然后清理掉所有的证据和战俘。长官得到消息后，明白大势已去，他马上回到办公室，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又从战俘营里假装恶狠狠地带走雷扎。就这样，两人顺利离开了集中营。树林里，长官说自己要去波斯的首都德黑兰寻找自己的亲弟弟。原来他学了这么久的波斯语，就为了此刻。雷扎此时表情凝重，并没有说话，两人就此分道扬镳。随后，长官来到德黑兰机场接受检查，他自信地说着雷扎教的波斯语，可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学了2年的波斯语都是假的。另一边，雷扎逃跑过程中遇到了盟军，军官说他们在撤离前已经将所有证据都销毁。他希望雷扎能提供几个战俘的名字。Je peux vous donner tous les noms et les prénoms de. But that's impossible. Marco Rossi, Jean Pessis, Pierre Weissman, Marseille Romain. 看完这个电影，我觉得其实长官只要看一眼那本战俘名单，他就能发现自己学的波斯语是假的。可他却选择对那些鲜活的生命视而不见，最终却将那些鲜活的生命永久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今天的故事就到这，我是用心，我们下期见。